我是瓜皮儿，黑袍纠察队第1季前情提要。超级英雄不再救世，个个变得利欲熏心，卑劣无耻。沃特公司旗下有200多名超级英雄，其中超级7人组稳居龙头，他们靠着公关和包装疯狂捞金，更像是一个偶像团体的存在。而银幕下的他们很黄很暴力，平平无奇的怂蛋休矣，因为女友被火车头撞死而踏上了复仇之路。结识了布切尔和法兰奇后，他们活捉了7人组成员之一的透明人，问出了火车头跟魔爪女有一腿，也许他是扳倒火车头的关键。当所有人都以为透明人会死在布切尔或者是法兰奇手里时，偏偏按下遥控器的是胆小懦弱的休矣。血肉横飞的那一刻，他没再害怕，反而从心里升起一股弑神的快感。那短暂的快感和冲击很快就烟消云散，他们必须尽快销毁现场。由于透明人的皮肤很特殊，根本无法烧毁，只能将遗骸存放在新制成的箱子里，那是祖国人唯一无法透视的东西。既然早晚会被发现，那就让这一天晚一点到来。事后休矣打算回一趟家，法兰奇决定陪着他。自从加入布切尔后已经很多天了，屋里贴满了7人组的海报，各种限量周边一应俱全，这都是休矣的珍贵收藏。如今看来，只让他感到恶心，痛痛快快地砸了一次。父亲希望他能恢复正常，这模样太吓人了。但他按下遥控的那一刻，人生就已经偏离了轨道。布切尔心知自己这个小队还有点欠火候，所以他找了一个老伙计母乳，这个名字是母亲赐给他的，希望他能母仪天下，乳毒不怕火。这么个外焦里嫩的猛男，现在负责看管不良少年。布切尔一进来他就知道目的了。8年前，布切尔的妻子贝佳在沃特公司负责运营祖国人的推特账号，每天用祖国人的口吻发一些粉丝向的东西。只能说当年所有人都想象不到超级英雄会有另外一面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贝佳突然消失了。直到有一天， CIA 探员马洛里找到了布切尔，监控显示祖国人性侵了贝佳。布切尔知道了妻子肯定已经遇难，所以他决定投靠 CIA， 并且组建了一支小队，死磕祖国人，从此化身成为了猎杀超级英雄的屠夫。直到今天，他都没有放弃这个目标。母乳不将回到当年的那种生活，他现在有了老婆，生活挺好的。当他听说布切尔干掉了透明人时，心里还是难掩好奇心，究竟什么样的家伙这么屌啊？这个思想很可怕，以至于让他不知不觉上了贼船。在卡车上，他们等来了休矣2人。母乳见到法兰奇的那一刻直接动手，马洛里事件让他们的分歧迟迟没有化解。母乳哄好了媳妇后，这才准备开干。为了避免矛盾，布切尔让休矣和母乳一起行动。魔爪女是个过气超人类，人虽然不火，但身材很好。他们要想办法在魔爪女家里布置监控，这事儿休矣在行，电器城上班的好处也体现了出来。休矣和母乳装作宽带服务人员走进了魔爪女的家门，母乳装作铁粉，一顿捧臭脚，这女人立刻就放松了警惕了。紧接着，休矣依靠 IP 地址连接到了所有摄像头，成功打开视野。母乳在旁边看到一个注射枪，看来魔爪女的身体不太行。布置成功后，他们离开了公寓。转角处，休矣撞上了火车头，看来火车头早就认不出他这个无名小卒了。通过监视器，小队看了场 AVI 呀。近期火车头会和另一个速度型超人类冲击波进行比赛，如果他输了，肯定会被逐出7人组。这趟来是跟魔爪女要点5号化合物，上次注射这种东西的时候，他撞死了洛宾。看来休矣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。魔爪女对火车头一往情深，不希望对方陷入5号化合物这个沼泽里。这场世纪赛跑他也准备了很久，就是希望火车头能在世人面前宣布恋情。但火车头并不想这么做，老渣男的说辞还能有什么？等我夺冠一定公布。魔爪女被迫拿出了一个挎包，里面装的正是火车头需要的5号化合物。小队虽然不知道这玩意儿有什么效果，但超级7人组也不过如此呢，无非是一群瘾君子，只要想办法搞到一点点样本，就有机会揭露超级英雄的虚伪形象。想到这儿，他们感觉自己才是救世主。安妮这边终于迎来了第一次出勤，但因为透明人的失踪，原本的组队临时更改，变成了安妮和深海。入队的时间也不短了，他自然知道这个小玉人只是个边缘人物，在7人组不仅没有话语权，连跟祖国人说话都小心翼翼，只怪自己当初太傻，而晚上的行动更不如意。这就像是沃特集团的剧本，刚刚抓完罪犯就有一堆摄像头过来抓拍，根本不浪费任何一个运营的机会，这让安妮很不开心。晚上回家看到几个混混在欺负女孩，安妮出手教训了他们。本以为自己干了件好事，却惹来了麻烦，有人偷拍上传到了网上，一时间7人组成员施暴的舆论引起了风波。安妮也马虎，根本不记得他救下的女孩是谁。
于是经纪人立刻暂停了安妮的活动，他很想出席明天的比赛，所以鼓起勇气来到了马德琳的办公室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马德琳很开心，因为之前的女孩主动站出来证明了安妮的清白，这反而提高了曝光率。四舍五入等于白嫖。沃特集团立马着手想办法从中获利，策划师们想把安妮邻家女孩的人设改为成熟女性，为了真理和正义而战，战衣也改得更加露骨。安妮讨厌这种感觉，暴露身体什么部分本应该是她的权利，但合同不允许她有意见。安妮被迫成了女权英雄。解决一事后，马德琳连忙又找来了祖国人，加入国防部的事儿。军事法庭很快就会表决。作为1等1的头牌，马德琳想让祖国人到场演讲。祖国人不喜欢被人强迫去干某些事情，他依赖母爱，所以把这种感情寄托在了马德琳身上。看着马德琳一边哄着人工受精产下的婴儿，一边对自己指指点点，祖国人嫉妒了。况且他自己有计划进入国防部，根本不需要这种狗屁演讲稿。可马德琳搬出了82楼的艾德加总裁，这个人彻底压住了祖国人的脾气。下午，他和梅芙被安排支援警方，他们曾是恋人，对彼此相互了解。比起火车头那个无聊的赛跑，祖国人更在乎的是7人组成员的失踪。虽然他也不喜欢透明人，可公司的安排还是得听啊，要不是为了利益，他才不会听一群烦人的指示呢。看到祖国人时，罪犯直接投降，可祖国人还是残暴地杀死了他，草菅人命不值一提。在一旁的梅芙一脸无奈，他不想杀人，却没有能力阻止祖国人，只能无限的妥协。次日比赛召开，小队伪装成不同职业混入人群。母乳听说了修义炸死透明人的事儿，也能看出来修义很痴迷这种弑神的感觉。这种痴迷和火车头注射化合物没什么区别，唯一的老好人母乳在尝试让修义保持善良，但修义的眼里只有复仇，甚至不惜承担任何代价。入场仪式上，安妮穿着最新式战衣与玄色一同出现，这身衣服让她很不自在，而梅芙正在接受采访。就加入国防部这件事儿，她利用民主自由拉了不少票。此时祖国人降临，一瞬间抢走了梅芙的风头，整个赛场顿时沸腾。玄色和安妮露面后，也立马着手签名会。一个小女孩是安妮的铁粉，她准备攒钱买星光的全新 cos 战衣。安妮的着装被不少低俗恶趣味的男性调侃，但她忍住没有暴走，告诉小女粉我还是喜欢旧战衣，然后转身离开。双方队伍终于陆续登场。借着这个空隙，法兰奇摸进了火车头的休息室，找了半天都没有发现5号化合物的踪迹，可能火车头藏到了别的地方，小队只能放弃行动。就在此时，装作记者的修义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追上去一看，竟然是安妮。没想到这个女孩竟然是7人组成员，能跟一个值得信任的人聊天，安妮感觉很好，也把拉链往上提了提。修义没想到安妮曾经提过的工作是7人组，他告诉安妮不喜欢就离开，反正你也不需要证明什么。可谁又能拒绝这么大的一块蛋糕啊？最终他们交换了联系方式，告别了对方。赛场上，火车头消失的那一刹那，回来时已经满头大汗，情绪特别兴奋，看来是已经注射了5号化合物了。打了针，比赛自然轻松获胜。电视机前的魔爪女替他感到开心，好像想起什么，母乳连忙离开了赛场，赶到了魔爪女的家周围。当初他看到那个注射箱，本以为没什么，现在看来里面也是5号化合物，想必他是偷了一点点火车头的存货。所有人赶回去，目不转睛地监视着对方。此时魔爪女也在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，期待着火车头对外宣布恋情。万万没有想到，火车头公开表示自己单身。因为速度太快，没有人能抓住他的心，魔爪女心态当场崩了，拿起并5号化合物就注射了进去，分分钟变得亢奋，整个人都见了鬼了。没一会儿，房东赶来催债。事实上，这个老色批已经垂涎魔爪女很久了。化合物的作用下，魔爪女也不想挑了，直接跟房东玩起了羞耻的 play。结果一个激动，胯下的房东如西瓜般炸裂，魔爪女立马慌了。波切尔直接带着兄弟们赶了过去，我们能给你善后，前提是告诉我们关于5号化合物的事儿。魔爪女只能被迫答应，一旦这件事被曝光，麻烦就大了。7人塔里，祖国人叫来了马德琳，原因是深海的一个朋友找到了透明人的尸体。A fucking porpoise found this at the bottom of the harbor. 对方不仅缜密而且聪明，清清楚楚知道祖国人无法透视心。Hey, Deep. What can't I see through? Zinc, Homelander. Correct. And what's the box made of, Deep?
不管对方是谁，这行为就是在宣战。波切尔反复地看着贝加消失前的监控录像，就是想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和祖国人之间的仇恨。一大清早，波切尔就赶到了 CIA， 找到了苏珊。上次合作没有谈拢是因为没有筹码，但现在波切尔手里有了5号化合物的证据，这东西不仅可以揭露超级英雄们的黑幕，还可以组织沃特集团进入国防部，简直两全其美啊！这次苏珊给了波切尔机会，给我拿了一瓶样本，我就给你提供支持。通过威胁魔爪女，波切尔知道火车头一般会送5号化合物到市区的一个面馆。母乳法兰奇和休伊在面馆门口蹲了一天。期间，法兰奇知道母乳已经结婚，说实话，他有点羡慕，每天能有一个坚持回家的动力也挺不错的。可惜自己只能和不同的女人过夜，真是太可惜了。你妈臭！很快，他们发现了一个嫌疑人，而且对方身上有枪。3人一路尾行，追到了一间地下室，在最深处找到一间仓库，开始寻找5号化合物。仓库内部有个牢房，法兰奇过去看到了一个蓬头垢面的女孩，正专注地看着电视上的音乐节目。法兰奇动了恻隐之心，想把对方也一起带走，说着就打开了牢门。只听身后的看守们一通大呼小叫，好像极度畏惧这个女孩，想都没想就开枪扫射。没想到女孩凶神又迅捷，看守宁愿自杀也不想面对她。好在小队躲过一劫，却也一阵后怕呀。他们联系了波切尔，这女孩跟狼人一样，利爪一扫就开膛破肚，母乳在里面翻出了注射器。看来这个女孩也是5号化合物的受害者。火车头往这送货，应该也是受沃特集团之命。现场的部分残骸应该也能提供线索。法兰奇在女孩的屋里找到了一张车票，偷偷揣进兜里。对于他这种无脑救人，母乳其实很不赞同。一旦对方不是善茬，他们3个人都会有危险。就在大家商量时，安妮给休伊发来了短信。波切尔拿过手机一看就笑了，他希望休伊能去赴约，然后想办法窃听对方的手机，这样就可以监视7人组的行踪。波切尔根本不在乎安妮是不是好人，只要是超人类就没有好人。面馆很快就被警方封锁了，火车头赶来送货，看了眼后连忙跑路，他直接找上了魔爪女。这件事儿属于你知我知的状态，魔爪女一旦否认，火车头看了也不忍心，他先解释了比赛时公司让他保持单身，一旦公布恋情，品牌形象就毁了。既然面馆的事儿被人知道了，这里也就不安全了。火车头打算送魔爪女离开。休伊和安妮相约保林球馆见面，安妮刻意隐瞒了自己的实力，她担心自己太过全能会伤到休伊的自尊心。2个人聊起了学生时代的爱情，隔壁的男人来了发拳重，这声音让休伊想起了炸死透明人的场景。他突然向安妮问起了透明人，这个人好像除了爱情偷窥之外没什么兴趣，大部分时间都在陪伴自己的儿子。休伊瞬间慌了，自己杀了一个孩子的父亲，而自己当时还感到兴奋，简直是造孽。另一边又有一个美甲店遭到了袭击，波切尔看伤口就知道是女孩干的，结果这个案件火车头结束了，3人连忙离开了现场。母乳其实有点怕了，他现在有妻有女，自己要是出事，家人全玩完。可他还是坚持查出了一点踪迹，美甲店老板背地里还干着偷渡的副业。看来这个女孩有可能是被贩卖来的。他们的效力远比不上火车头，人家半小时就能搜遍曼哈顿。见状，法兰奇不得不拿出兜里的车票，他断定女孩只是想回家。3人在车站分头行动。这时法兰奇看到了一家音像店，他依稀记得女孩喜欢看音乐节目，于是走进去查看了一番。果不其然，在柜台下面看到了女孩。波切尔分给每一个人1瓶高浓度的废丸，即便是大象也那么晕，但法兰奇不忍下手，还耐心地告诉女孩自己愿意帮助她回家。小时候的父亲是个混蛋，在离婚后的某天，父亲闯进母亲家偷走了自己。从那天起，自己就像是狗一样被折磨，他唯一的梦想就是回家，回到有妈妈的家。这是法兰奇对女孩友善的理由，再多的话也不及感同身受来的深刻。可女孩非常谨慎，只是电视上的一点点噪音就让她跑了出去。这件事儿，母乳又生气了，为什么这个家伙这么执迷不悟，非得害死所有人才行？这简直跟当年对付点灯人时一模一样。当年马洛里也派法兰奇跟踪点灯人，但法兰奇没有按照计划行事，结果就导致马洛里的孙子被点灯人活活烧死。这就是兄弟俩之间的恩怨。母乳不想见到其他人因为法兰奇的性格而丧命，他甚至要退出。波切尔连忙劝和了2个人，他们几个人包括休伊单独站出来都是屎，只有团结一致互相信任才能成为令人胆寒的茅坑啊！解决了小恩怨后，3人成功追上了女孩，却没有想到火车头还是来了，而且快得离谱，把女孩当成篮球敲打。波切尔下令撤退，别赔了夫人又折了兵啊！法兰奇灵机动大喊：快看，那是火车头！人们一拥而上，火车头为了形象开始签名合照，小队则趁机会抓住了女孩，最后还
还是用上了高浓度的废丸。修义借着安妮上厕所的间隙，还是按照布希尔的指令窃听了他的手机。修义迟迟忘不了洛宾，一想到当时那一幕，他就不敢对安妮有别心了。其实沃特集团也是忙得焦头烂额，透明人死的事儿这没法公布啊，一是媒体的舆论，二就这件事情会影响到他们加入国防部。深海找到了马德琳，希望能在大洋地进行一次救援行动。那里的海豚吃不饱过不好，太惨了。马德琳直接支开了深海，他还有其他事情要安排。有3个劫匪劫持了客机，军队的战斗机赶过去需要一段时间，而祖国人能第一时间赶到。一旦救下飞机上的所有人，这又将成为加入国防部的理由。很快，祖国人和梅福赶到，不费吹灰之力解决掉了劫匪，乘客们纷纷松了一口气。祖国人等于赋予了他们第2个生命。没想到还有一个劫匪躲藏在了驾驶室，祖国人为了阻止他使用了激光眼，结果威力太大，毁掉了驾驶系统，头发托起整个飞机，外面都是空气，我没地方站着呀。说的倒是他妈挺有道理的。梅福让他把乘客送下去，可这一趟趟的100来次，你想累死我不成？祖国人压根儿就不想救了，甚至连孩子都没去管。梅福想帮忙，可自己没那个实力。这次他依旧选择了服从，在祖国人的威胁下，乘客们只能接受死亡。这也是凡人的无奈，不要把生存的希望寄托给神明，也许人家根本懒得鸟你。所有人都随着坠机遇难，没有人可以证明当时祖国人在场。在媒体面前，祖国人洗精附体，声称这次灾难是可以避免的。我赶来时，飞机已经遇难了。倘若我们能够加入国防部的指挥系统，将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。说着，他就流下了眼泪，一副惋惜的模样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。电视前的马德琳笑了：“祖国人啊，你可真会玩啊！”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